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收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現在市場上每個人都在熱烈討論人工智慧會不會搶走我們的工作，對吧？但是其實我們用來評估這個現象的經濟數據，從根本上就已經出現了嚴重的盲點。我們每天盯着那些所謂的就業報告與失業率數字，卻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些傳統的衡量工具根本無法捕捉一場正在即時發生的範式轉移。今天這一集，我們就要來深度拆解這個問題，帶大家看懂隱藏在表面數據背後的真實經濟脈絡。重點來了，我們今天要深度分析的就是 Anthropic 最新發布的經濟指數調查。今天的知識拆解會依序帶大家走過6個核心段落。我們會先釐清目前的數據盲區與經濟指標，接着探討傳統指標為何會失效，然後回顧歷史上的技術轉型期來做對比。再來，我會解析 Anthropic 提出的全新解法，挖掘質化數據的實務價值，最後教大家如何真正抓住未來的經濟訊號。第一部分，我們就先來談談數據盲區與經濟指標，看看為什麼我們必須超越現有的量化數據。當我們在談論人工智慧的影響力時，科技巨頭總愛拿出模型被呼叫的總次數，或是伺服器運算量的成長率。這些數字聽起來確實非常壯觀，但是我們其實完全錯過了一個最核心的維度，那就是人類在職場上的真實體驗。所以這就引出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人工智慧在這個當下到底是如何確切影響你我的日常工作？市場上目前對此充斥着極大的不確定性。說真的，沒有任何一位分析師能夠精準預測這個時間表。我們都知道人工智慧絕對會帶來巨大的改變，但這個就業市場的爆發點究竟是明天就會發生，還是10年後才會發酵？這種毫無頭緒的狀態，才是讓企業決策者與一般工作者最焦慮的地方。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第二部分，我們要來探討傳統勞動市場的指標為何會完全失效。我們必須深入探究，為什麼主流經濟學家高度依賴的追蹤系統，在面對人工智慧時會存在致命的邏輯缺陷。當我們把傳統經濟數據與人工智慧的能力眼鏡放在一起對比時，你會發現一個極其巨大的時間差。傳統的經濟指標，像是每個月公布的就業率、失業救濟金申請人數，或是企業裁員名單，本質上全部都是落後的統計數字。相對地，人工智慧能力的進化是及時的，而且是呈現指數級別的爆發成長。這代表一個非常殘酷的事實：當傳統數據終於被政府機構統計完成並發布出來時，這場經濟版圖的激烈變動早就已經在企業內部執行完畢了。我們用總體經濟學的角度來嚴格定義一下，什麼叫做落後指標。落後指標的意思是指一個經濟因素，它必須在整個經濟體系已經開始呈現某種特定模式，並且實際發生了一段時間之後，這個數字才會跟着發生改變。這就像是你開車時只看着後照鏡在往前開一樣。也就是說，等到政府每個月公布的官方勞動報告真的明確顯示出因為人工智慧而導致的工作流失時，那些企業內部的任務整併、部門重組與人員轉型早就已經成為定局。你如果依賴這種指標來做商業預測或是投資決策，真的已經太遲了啦。第三部分，我們把視野拉高，回顧一下歷史上的技術轉型期，看看過去我們是如何預測發展中的經濟變革。面對這種資訊落後的焦慮感，我們必須認知到，人類社會正處於一個史無前例的劇烈過渡期。為了真正理解現在的處境，我們把歷史時間軸拉長來做對比，回顧過去幾次重大的技術轉型，從工業革命的蒸汽機，一直到早期的網際網絡普及，這些變革的時間線都拉得非常長。過去的人們有10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去適應新科技，在那種緩慢的步調下，落後指標確實非常管用，因為趨勢的轉變是一點一滴發生的。但是，
人工智慧時代的速度是超級加速的，一項足以改變整個產業工作流程的技術部署，有時候只需要1個週末的軟體更新就能完成。這就在邏輯上，為什麼舊的衡量工具在今天注定徹底崩盤的根本原因。我們繼續聊下去。第4部分，既然舊工具壞了，我們來看看 Anthropic 提出了什麼樣的全新解法。既然政府傳統的統計工具已經明顯失效，市場就迫切需要一套全新的解決方案。這就是 Anthropic 推出的經濟指數調查專案試圖解決的痛點。為了奠定這個調查的權威性與科學基礎，他們團隊絕對不是從零開始空想。在他們發布這項計劃之前的報告中，團隊就已經扎扎實實地收集了高達81000份的開放式調查回饋，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樣本數。這81000位真實使用者的職場回饋，直接確立了 Anthropic 在理解人工智慧經濟衝擊上具備了無可取代的第一手洞察力。關於這個龐大的調查專案， Anthropic 團隊提出了一個非常核心的設計哲學。他們在官方聲明中明確地表示，要理解人工智慧的經濟影響，我們必須超越現有的量化數據。這句話直接點出了一個在實務上絕對的必要性。我們必須親耳聽見那些每天坐在辦公室裡實際操作人工智慧的第一線工作者，了解他們到底在經歷什麼樣的任務變化。純粹追蹤硬體晶片的出貨銷量，或是大型語言模型的伺服器呼叫數字，已經無法為我們描繪出經濟變動的完整全貌了。我們需要的是有溫度的質化洞察。那麼，這套系統在實務上具體是怎麼運作的呢？ Anthropic 的方法論設計得非常嚴謹而且聰明。首先，他們採用每個月隨機輪替的抽樣方式，確保團隊能夠長期聽到最廣泛而且不重複的使用者聲音。再來，受訪對象的門檻設定得非常精準，必須是擁有個人賬號超過2個星期以上的 Cloud 活躍使用者，這確保了受訪者具備真實的使用經驗。調查過程是透過他們自家的 Anthropic 面試官這個人工智慧工具來自動進行深度訪談。而最關鍵的一步是，他們會以絕對保護隱私的技術，將這些質化的調查回饋與 Cloud後台的實際使用數據結合起來進行交叉比對，這樣不僅能精準捕捉到即時的工作形態改變，還能100%確保沒有任何個人隱私外洩的疑慮。這是一個極度完整的資料搜集回圈。第5部分，我們要深入挖掘這套捕捉豐富質化數據的系統到底具備什麼樣的實務價值。了解了嚴謹的方法論之後，我們要把分析焦點轉向實務面的商業應用。這份指數調查其實會每個月固定詢問 Claude 使用者幾個具體的問題。第一步，他們會追蹤任務移交的狀況，評估人類究竟把什麼樣的工作交給了人工智慧，以及這是否真的帶來了生產力的提升。第二步，他們會觀察招聘趨勢的轉變，確認企業內部的職位需求發生了什麼微小的變化。第三步，則是要求這些第一線工作者描繪他們對未來1年以及未來10年的經濟樣貌預期。這3個步驟其實都是將使用者在最前線所培養出最敏銳的直覺，直接轉化為具有極高商業價值的市場訊號。建立這套龐大質化數據庫的終極價值，就在於它能夠在這些工作形態的改變實際反映在總體經濟數據之前，就先將這些微弱但關鍵的訊號浮現出來。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資訊不對稱優勢。透過這些來自職場第一線的真實陳述，各位企業決策者與投資人可以在政府發布那些遲緩滯後的就業報告之前，提早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個季度，精準抓出勞動市場版圖正在發生轉移跡象。當別人還在看去年的財報猜測未來時，你已經從第一線員工的任務移交記錄中看見了下個季度的產業趨勢。這就是掌握領先指標所帶來的巨大優勢。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第6部分，我們來總結一下如何利用這些新工具抓住未來的經濟訊號。我們前面已經深度拆解了舊有經濟指標的各種局限性，最後我們來全面對比一下這2種衡量經濟的方法。
傳統數據的追蹤方法完全是事後諸葛式的，它的焦點永遠只放在那些已經成為既定事實的裁員人數與就業率。而 Anthropic 所代表的全新追蹤模型，則是即時且具備主動預判能力的。它專注於微觀的任務移交狀況與實質的生產力提升。這完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戰略思維。在人工智慧時代，只有擁抱後者這種即時的質化指標，才能真正幫助我們撥開迷霧，看見未來的經濟動向。所以，面對這個正在以前所未有速度演進的人工智慧經濟體系，各位真的讀對了正確的訊號嗎？你還在看那些3個月前的舊數據，來做出攸關明天的重大決定嗎？這個問題值得每一位專業工作者與商業決策者好好深思。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傳統落後經濟指標已無法捕捉 AI 帶來的即時顛覆。Anthropic 透過上萬份第一線使用者的質化調查，追蹤任務轉移與生產力變化，讓我們在官方遲緩數據發布前，就能精準預判未來商業與就業市場的真實訊號。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